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波仔分享，我是波仔。那最近这段时间，很多小伙伴们都应该有感觉，外网环境的门槛和需求真的是越来越高了。以前我们这灯节点很可能只是来看看 YouTube、查查谷歌，偶尔下载点东西，但现在有点不一样了啊。像什么 AI 开发工具、各类海外服务，那很多时候都需要一个稳定的出口网络。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机场这边也确实没有以前那么稳。什么节点抽风、订阅失效、晚高峰跑不动，那这种情况，相信小伙伴们大概率都遇到了。所以我一直觉得，如果你平时就比较依赖于外网的环境搭建一个自己的专属节点，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如果你是波仔的铁杆粉丝可能还有印象，我们在之前的135期视频中专门做了一期保姆级的节点搭建教程，那播放量差不多到了100万。那主要也就是为了照顾一些刚接触 VPS、刚接触自建节点的一批小伙伴们。但是几年过去以后，很多东西都变了包括协议、面板、客户端，还有整个网络环境，其实都和几年前不太一样了。那当然，并不是说之前的135期视频中的方法不能使用，而是站在今天这个时间点来看，有些协议确实比较老了，那有些步骤也确实没有现在这么省事。所以今天这一视频，我就站在目前这个时间点上面，重新给大家做一期新手的稳定节点搭建教程。那新手们可以认真观看，老鸟们也可以看看你和我的搭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关于什么是 VPS， 什么是域名，以及我们为何需要一台 VPS 才能搭建节点，如何托管解析域名，那在我们先前的视频中已经讲得挺清楚了。若是新手小伙伴们对这个还是不太明白，可以去我们这里先补课。在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简单说一下关于 VPS 线路以及选择。很多人一开始会关注配置，比如 CPU 内存这些但实际上自建节点最终好用不好用，最关键的还是线路。同样的配置，不同的线路，体验的差距可能非常之大。排开内网专线或者是特殊的高价方案，根据目前主流相对好用的一些线路，我给大家整理了一张对照图，大家可以收藏保存。先说目前最稳定的电信402 GIA， 这条线路基本上算是顶级的选择，延迟低，稳定性好，晚高峰几乎不丢包，适合对稳定性要求比较高的用户，比较适合长期使用或者是多设备使用当然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价格比较高。那再往下一档就是402 GT， 同样是电信线路，但不属于 GIA， 整体表现会比普通线路好那么一点，不过在晚高峰的时候还是会出现比较拥堵和波动，它属于一个性价比还不错，但不算极致稳定的一个选择。接下来就是这2年比较流行的 CMI 以及 CMI N2。CMI 是中国移动的国际出口，对移动带宽的用户会比较友好，而 CMI N2 可以理解为升级版的移动优化线路，整体稳定性会更好一些。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这类线路在部分地区还是会受到运营商的 QoS 政策的影响，那也就是说在某些时间段，那具体上可能很随机，还是会出现限速或者是波动，所以稳定性会略逊于402 GIA。 再往下就是比较常见的商网优化或者是 BGP 优化线路，这类线路的特点是比较均衡，电信、联通、移动都能兼顾，不算最强，但整体的表现也都还好适合不确定自己网络环境的一批用户。最后就是一些价格比较便宜的普通国际线路，比如163、AS 4837等这类线路的优势就是便宜，但在晚高峰的时候，延迟高、丢包、卡顿这些问题基本上都会出现，适合有大流量需求以及大存储需求或是比较在意价格的一些用户。那我这边曾经也是为大家介绍和测速了不少的 VPS，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今天我们演示的 VPS 还是来自邦尔宫的402 GIA Ecommerce 属于402 GIA 一线路，也就是402 GIA 电子商务优化的线路，属于402 GIA 一线路的入门款，链接速率 2.5GB。 为了照顾新手朋友们，我们还是演示一下注册以及购买的流程，真金白银是否能够换取你的一个点赞。打开我们这期视频的博文，点击这边的链接，可以直达我们本期演示产品的页面。机房我们选择默认，也就是 DC6， 添加到购物车，点击这边的结账，
填上相关的信息，我们需要保证邮箱和密码的准确性，其他的大家可以随意。私钥这边留扣，支付方式我们选择阿里 Pay， 也就是支付宝，同意条款，点击结账，输入我们邮箱收到的验证码，点击支付，继续选择支付宝。扫码完成以后，就等待跳转到商家的页面，然后我们继续登录，就可以看到我们本期的账单了。付款成功以后，邮箱会收到开通机器的一封邮件。我们登录帮尔工后台，点击右上角的客户中心，打开我们的服务，点击这边的齿轮，可以进入机器的管理面板。在管理面板首页，我们可以对机器进行开关机以及重启的操作。点击左边的 Install OS， 可以安装全新的操作系统。安装系统之前，我们需要在首页停止 VPS， 点击这边的 Store， 为我们的机器安装 Debian 12的系统。这边是我们的 root 密码以及我们 SSH 的连接端口，我们需要记录保存。若是忘记了 root 密码也没关系，我们可以等待安装系统完毕以后，点击这边的重置 root 密码进行重置。系统的安装进度我们可以在首页进行查看。那这样就代表安装完毕，我们可以进行下一步了。关于后台面板更多的操作，或是如何更换机房几个机房的差异，我们在这期视频中为大家讲的比较的清楚，大家可以自行查阅。那现在我们就来开始搭建我们自己的专属节点，小伙伴们请自行打开博客查找安装代码。我们首先打开终端 ，Windows 可以在开始菜单输入 cmd 进入，我们在终端中输入 ssh root at vh 的 IP， 输入完成以后回车，这边会弹出安全的确认，我们输入 yes， 回车以后需要输入我们刚才保存的 VPS root 密码。那输入的时候不会有任何字符的提示，大家不要以为自己没有输进去啊。确认无误以后，我们点击回车，这边显示 root at 我们的机器名，就证明我们已经成功连接上了我们这台 VPS。我们首先打开这台机器自带的 BBR 加速，一并复制这3条命令，点击回车，也就开启了 BBR 加速。我们可以输入下面的2条命令来验证 BBR 是否成功开启。回车以后，回显显示成这样，就证明我们的 BBR 开启成功了。那因为我们等一下需要申请证书，所以必须放行一些端口。那为了照顾新手，我们使用一键命令来关闭防火墙。若你是老鸟请自行放开相关的一些端口。这边执行一键命令以后，提示没有找到 curl 命令，我们可以通过这一行代码来安装 curl。安装完毕以后，我们重新执行防火墙的一键关闭命令。如果大家是帮尔工的 VPS 默认是没有开启防火墙的，所以帮尔工的 VPS 这一步可以跳过。其实我们网上搭建节点的 UI 面板并不少，但这期我们使用的面板是3XUI， 那这个面板也是我个人比较推荐的。原因很简单它比较干净，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广告，功能也是挺够用。但是有一个缺点，它的部署脚本是全英文的界面，对新手不是特别的友好。那好在我为大家做了一个脚本的汉化。那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汉化它并不是魔改的3XUI，也不是重新做了一个面板，仅只是把安装面板里面的交互提示、菜单文字翻译了一下所以你安装的绝对是官方原版的3XUI。那翻译的项目地址在这里，欢迎大家查看源码。我们执行这个中文版的安装命令当然也是可以使用官方的英文安装脚本。使用自定义端口，我们选择 Y， 输入我们的端口号。这边推荐端口的范围值是2万到6万，我们这边设置为38682。这里我们需要申请 SSL 证书，大家可以使用域名，也可以不使用域名。那今天我们演示的是使用纯 IP 的方式来搭建节点，大家不要质疑节点这个协议稳不稳。按理来讲，我们今天部署的协议根本不需要使用到 SSL 证书，那申请 SSL 证书只是为了让我们使用 HTTPS 的方式来访问面板而已。那做到节点信息不泄露，所以不使用域名反而更省事。我们直接回车，默认使用 IP 的方式来申请 SSL 证书，继续回车，跳过 IPv6， 默认 ICME 使用80端口使用证书。因为证书的申请有的时候会无响应，所以证书申请完毕以后，我们需要确定证书是否真的签发成功，否则我们需要在后期在终端面板输入 XUI
选择第19项，重新为 IP 申请 SSL 证书。在确定了 SSL 证书下发成功以后，我们才能够登录 XUI 面板。那这一点千万一定要记住。面板成功安装完毕以后，我们可以在终端查看到面板的登录信息。那现在我们就来登录面板。那这个也就是 XUI 面板的首页了啊，看起来很简洁。我们在主题中可以切换暗色调或者是浅色调。在面板设置中，我们可以设置面板的根路径以及端口或者密码。大家若是嫌根路径太长，端口不好记，可以自行修改。保存以后，我们需要重启面板。重启面板以后，我们就可以使用自定义的端口和根路径来登录面板了。我们来到作战列表，搭建我们今天的协议 VLAS 加 Reality。那这是目前最科学的一种部署方式。备注这边是我们的节点名字啊，大家可以随意填写。协议我们选择 VLAS， 端口填写43，其他保持默认。我们来到安全，选择 Reality， 参数默认。在这里可以刷新我们的伪装网站，随便选择一个自己顺眼的就可以了。我们点击 Get New Cert， 为其申请一个新证书，点击创建。那我们这个节点也算搭建完毕了。打开我们的客户端代理软件，新手推荐使用 V2 瑞恩。这个软件没有太过复杂的设置，下载就可以使用。我们点击菜单，导出节点链接，复制节点信息，回到 V2 瑞恩，我们 Ctrl 加 V 粘贴进去，那这样节点也就导入进来了。选择自动配置系统代理，那这样我们也就可以访问外网了。那看这边的日志啊，是打不开 YouTube 了，那证明没有正常的代理。我们很玄学的双击这个节点，然后点击确定，那这样也就正常了。YouTube 可以正常的播放，目前 YouTube 的播放速度可以达到20万。我们再打开一个 8K AV1 编码格式的视频，速度也是稳定在20万。GIA 的线路还是很牛批的。我们打开 Fast 看看奈飞的流媒体下载速度是多少，一度飙到了2Gbps。那最终稳定在了 1.7Gbps， 耐克的 4K 完全不在话下。我们再来看看 GPT， 随便问一个问题。因为这是美国洛杉矶的节点，所以 GPT 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现在我们来看看 ClassicVerge 这个有门槛的客户端代理软件。那这个软件可以自定义分流规则，节点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自定义各个网站走不同的代理节点。那使用这个客户端需要特定的一个订阅链接，我们打开博客的在线订阅转换，复制原始的链接信息粘贴进来，客户端后端地址选择默认。那因为 ClassicVerge 是比较新型的客户端啊，支持规则级模式，我们打开规则级模式，远程配置可以选择留空，生成订阅链接，打开 ClassicVerge 的订阅窗口，粘贴订阅地址，点击导入，然后我们返回首页，打开系统代理，那这样我们也就可以愉快的玩耍了。那这个默认的规则也是挺详细了啊，并且规则也是会随着客户端的更新而更新，比较的完美。虽然 ClassicVerge 的这个功能比较强悍，但是上手的门槛还是有一点点。若是对这个工具比较感兴趣，又不懂怎么操作，可以观看我们这期视频，里面有很详细的操作说明以及各个分流规则的一个讲解。好吧，那到这里，我们这期从 VPS 的选择到棒尔宫 CN2 GIA 一线路 VPS 的购买，再到3XUI 面板的部署，以及 VLAS 加 Reality 节点的搭建，以及客户端的使用基本上也都讲了个遍。那其实这期视频的重点不是告诉大家哪个协议就一定的无敌，也不是说哪家的 VPS 就适合所有的人。那自建节点这个东西，说到底还是要看你的使用场景。那有的人需要流量有的人需要带宽，有的人需要 IP 质量，那所以大家需要根据自己的使用环境来选择适合自己的 VPS。这期的视频也是有点长了因为需要照顾到很多刚接触 VPS、刚接触自建节点的小伙伴们。那老鸟们觉得有些地方会比较基础但对新手来说，这些基础的一些步骤反而是出问题最多的地方。所以我希望这期视频不是让你抄作业搭出一个节点，更重要的是让你大概明白每一步是在做什么。你真正的跑通一次以后，后面再去折腾其他的协议、其他的面板，或者换其他的 VPS， 思路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当然啊，自建节点也并不是一劳永逸啊，它的好处就是自己能够掌控啊，自己可以选择自己的节点，自己决定可以怎么使用它。但它也需要你有一点点排查问题的能力。如果你只是想完全省心，什么都不管，那机场肯定还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案。好吧，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啊！若是视频对你有所帮助，千万不要吝啬一个小小的点赞啊，这对波仔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肯定。感谢老铁们长期以来的支持以及厚爱，我是波仔，下期视频再见。